大疆 RS3 和智云的 Wave 3到底该买哪一款？在我拍视频这几年，稳定器一直都是我视频拍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在现在稳定器的设计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瓶颈的时候，没想到大疆和智云最近推出的这个新款稳定器都还能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更新。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将会站在小型工作室的角度来跟大家唠一唠这两台稳定器实际用起来怎么样。欢迎收看红苏的稳定器评测。虽然大疆将 RS3 定为上一代 RS-C2 的升级款，但只从外观上来看，大家有没有觉得它更像是二代的 RS2 的亲儿子？但巧的是 ，RS3 的 Pro 版本也同样是这样的设计。那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大疆是有意将自己稳定器产品的外观进行统一。那上一个这么做的，大家知道是谁吗？苹果呀。那这样的好处呢，表面上是辨识度更高了，拿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用的是大疆的产品。那实际上这会让做配件的厂商乐开花，他们终于只用开发一套模具就可以适配好几代产品，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大疆稳定器的生态会更好。那这个做法是真的高。而智云跟大疆的做法完全不同。那智云的新品 Wave 3可以说跟 Wave 2甚至所有的稳定器都不太一样，仿佛是一个新的系列。智云没有完全延续之前产品的成功案例，而是推翻重新设计了出了这么一款新的稳定器。那么大疆 RS3 和智云的 Wave 3谁能更胜一筹呢？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大疆 RS3 依然延续使用了镁铝合金的材质，以及这个标志性的红线设计，外观依然很有质感。砍掉了 RS-C2 上的手提模式，转而推出了一个新的手提转接手柄来代替。那这个新提壶的优势就是可以根据拍摄场景进行多种角度的调整。那操控屏幕呢，变成了一块 1.8 寸的 OLED 触摸屏。这块屏幕真的跟大疆的运动相机 Action 2的操控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调整参数时呢，灵敏度更高，白天室外使用时亮度也是 OK 的。我真的怀疑这波也是跟库克学习的清库存的操作。在屏幕右侧呢，新增了云台模式切换的实体按键，稳定器上最常使用的3种模式终于可以盲操了。而这次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RS3 新增的一个从未在稳定器上出现的功能——自动左锁。当我们开关机或者休眠唤醒的时候，可以一键完成，非常的智能。不过在调频的时候呢，你依然需要手动打开走锁，所以希望大疆能够通过部件更新一个调频模式，这样会更加方便使用。那由于 RS3 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它的云台和电池手柄是可以单独拆卸下来的。那电池的续航是12个小时，应付一天的拍摄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高强度拍摄没有时间充电，也可以购买备用电池用作替换。而智云的 Wave 3这一次的外观设计变化真的超级大。它是更加一体化的结构，用了一块不可拆卸的电池，而且整个移到了底部，所以在底部有一块凸起。它的续航不错，是21个小时，但缺点嘛，就是电池用完了只能充电，无法更换。那这一次 Wave 3最引人注目的是底部新增的这个碗托的设计。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将云台的重量分摊至手臂。Wave 3还将提壶手柄的安装也移到了底部，还采用了一个可以伸缩的提壶结构。那稍后呢，会在使用体验部分分享我对它的具体使用感受。不过不知是不是为了分摊新设计的成本，Wave 3整机的塑料感偏重，而且砍掉了 Wave 2上的触控屏，使用了和 Wave S 一样的黑白屏，质感上确实会差一些，只能通过按钮和波轮来调整参数。那这方面的确没有大疆来的方便。当然，稳定器有2项重要参数，就是它本身的承重能力以及自重，一个决定了它能够搭载多重的设备，一个决定了你能够拉多久。这2项意向参数呢 ，RS3 和 Wave 3都是差不多的。RS3 上加上快装板的重量是1491克，而智云的 Wave 3是1484克。那加上相机和镜头，像我这种没有怎么健身的人来说，用个半天是没什么问题的。它们云台承重也都是3000克，我将 A7M4 和 A7S3 搭载1635 f2.8 的镜头，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那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微单和镜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不同设计的大疆 RS3 和智云的 Wave 3在使用体验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不上提壶的正常握持下， Wave 3和 RS3的手柄处都有这个表皮包裹。在正常拍摄角度上呢，握感上是差不多的。Wave 3的碗托在低角度拍摄时的确有省力的感觉，不过在常规角度并没有起作用，
反而我发现在高角度拍摄时会有一点点硌手。那在提壶模式下，大疆的 RS3这时的新手柄采用的是这种铝合金结合皮革包裹的方式，握持感还不错，转轴处还可以手动调整角度。在手柄的顶部呢，还配有3/4的螺纹口和冷靴口，也有一定的拓展性，可以外接监视器什么的。Wave 3这一次采用了新的提壶结构，连接处改到了底部，整体呢是这种管状结构，同样采用了金属材质。但在握持部分用的是这种类似于泡沫的材质，那这就有一点点，怎么说呢？也没有配备拓展接口，意味着没有办法上监视器什么的。而且我遇到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提壶和碗托结构的限制，如果用左手来拿着拍摄的话会被挡住，不太方便。那像我这种经常右手拿累了，然后换手拍摄，就只能拆掉提壶和这个碗托。第二个就是在使用提壶进行低角度拍摄时，它的重心不够居中，总有一种拿不太稳的感觉。那改善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提壶安装到靠中的位置。在稳定器的操控方面，大疆的 RS3这次最亮眼的就是新增了蓝牙快门和自动走锁2个功能，终于不用连接快门线就能控制相机拍摄和录制。这2个功能的加入的确能够提高不少工作效率。软件和 UI 本身就是大疆的强项 ，RS3上的这块触摸屏加上大疆新设计的 UI， 所有的按钮做得更大更直接，比前一代好用了不少。那基本上可以做到脱离手机快速调整各项参数。那唯一的 bug 呢，就是如果你把手柄安装在右侧，会挡住模式切换键。智云这一次在稳定器上新增了一个 LED 灯和一个指向性的麦克风。LED 灯在单边拍摄一些光线不好的场景时，的确能够起到补光的作用。不过由于发光面积小，你不能指望它能够打出多么好看的光，那只能说没有办法的时候救救急。但是这个麦克风，个人觉得它的作用并不大，只比一些老一点的相机收音效果好一点。那像我用的 A74和 A7S3的机类收音，感觉都比它好一些。Hello， 现在是智云微波3上的麦克风的声音，大家觉得怎么样？Hello， 现在是 A7M4 上的机类麦克风录制的声音，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在按键操控上 ，Wave 3就做得并不好了，因为使用的是这种黑白的非触控屏，所有的参数都需要使用波轮按钮来调整，比较花时间。而且由于波轮和 M 按键都处于左侧，所以左手手持的时候调整参数会比较麻烦。那第二个是质感问题。感觉是因为材质的原因，它的扳机键和波轮的手感并不算好，这真的是智云必须要改进的一个地方。当然，稳定器稳定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关闭相机机身防抖和镜头防抖的情况下，我常用的几个焦段，它们的稳定性表现如何。大家觉得这2款稳定器它们的稳定性谁更好一些呢？可以发在弹幕上。最后是2款稳定器的价格对比，大疆 RS3的基础版是2999元，套装价格是3899元，包含提壶手柄、收纳包以及跟焦套件。智云的基础版呢是2699，套装价格是3199，含碗托、提壶手柄和收纳包。考虑到大疆套装中多了这一个跟焦套件，那整体上2个产品的价格上是差不多的。其实整体评测下来，大疆的 RS3是一款很成熟的产品，延续了2代稳定器的优点，新增的功能呢也确实有用，能够提高效率。而智云虽然很有勇气，敢于推翻既定的规则，发明了腕托这样的新设计，但个人认为它并不算是一款成熟的产品。为了实现这样的设计，反而牺牲了很多原本的优势，导致成为了一款有点偏科的产品。当然，这只是我主观的使用体验分享，一切都还需要更多的市场验证。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更喜欢哪一款稳定器？可以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我是红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